歼 116D 真的有这么强吗？美专家担心歼 116D 的出现或将使中国航母的战力再次升级。敬请关注本节目，了解详情。众所周知，不管是空军还是海军，其服役的装备都在向多元化方向发展。举例来说，驱逐舰实际上无非就是两种类型，第一种是防空驱逐舰，第二种是反潜驱逐舰。但是随着科技的全面发展，各种武器装备之间的分类已经逐渐模糊。如去年中国海军下饺子般服役的055大驱，其除了在防空性能上堪称战舰之最外，同时在反潜任务上也有不错的表现。自二战以来，在空军序列中，战斗机的各种作用也是泾渭分明的。但在近年来，由于空军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导弹规模的不断缩小，战机定位也开始模糊起来。如歼16，即使已经服役了2年多，但相信还是有不少人对中国为何要研发歼16战机而感到困惑。毕竟目前中国空军的战斗机种类还是比较完善的。空优战机有歼20、歼11，轰炸机有轰 6K， 因此单从定位上来说，歼16的诞生似乎显得非常多余。既然这样，为什么中国还要发展歼16这种战斗机？对此，或许能从美国媒体今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找到答案。在美国媒体《国家利益》1月18号发表的文章中称，根据军事专家塞巴斯蒂安对歼 116D 的研究，他认为歼 116D 的出现或将使中国航母的战力再次升级。显然，在4代机的研发上，中国骗了美国，歼 116D 可能比想象中更强大。这是中国的工程师们基于 EA-18G 咆哮者理念研发出来的中国版，这将是一款不逊色于歼20的战斗机。不得不说，这位美国专家有些自作多情了。什么叫中国在4代机的研发上骗了美国？中国研发什么战机还得跟美国讲吗？不过这也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歼 16D 真的有这位美国专家所描述的那么强吗？分析认为歼 16D 是很强，但是没有强到那么离谱，能让航母的战斗力都上一个台阶。但在最新型的歼 16D 问世后，确实是弥补了中国电子化空战的空白领域。歼 16D 最大的亮点之一是先进的航电系统，而有些观点则认为歼 16D 就是个空军传统战机的外壳，但其内部却是替换了歼20的航电系统。虽然这只是茶余饭后的调侃，但现在可以肯定的是，在接收电磁波时，其可靠性可达到质的飞跃。而且最新型的歼 16D 应该还使用了单片或混合微波集成电路，可以共享多航阵列，使主动相阵控雷达具有良好的电磁抗干扰能力，这样就可以在100公里外搜索对方的隐形战机了。